好，郑丽文到美国啊，昨天在旧金山第一站啊，受到侨胞很热烈的这个欢迎他。不过他的演讲他是说哈，如果没有北京的政协会，我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党主席，因为国民党又不是执政党，对不对？是个在野党，而且我也不是立委，我没有公职身份，所以呢，就算我到美国访问，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我可能根本就无足轻重，大家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对，你们也不会这样热烈欢迎我，因为我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了，政协会啊，所以呢，我才这个美国才重视我，你们才重视我，意思是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啊，那另外呢，这个他4分钟演讲最后他说呢，这个向侨界透露，第一次将于今年年底开始有下一阶段总统选举的准备进行工作，而且他将要深入台湾各地跟海外侨社。所以呢，请听不同群体的声音，凝聚更广泛的支持力量。所以他会觉得说，他要选总统了，这提前已经宣告了那民进党团就是说，你注意投票权不含14亿人，是台湾2300万人要选而且欢迎郑丽文来参选那另外呢，这个知情人士说，要年底胜选才重要了，如果年底败选呢，就很难再考虑2028、2026先把这仗打赢吧。国民党立刻发表声明说，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是要完成国民党2028要执政并不是郑丽文要参选总统是完成国民党重返执政蓝图国民党这个发了一个这个声明那另外呢，韩国瑜说6月也可能去访问华府，韩国瑜前一阵不是到欧洲去吗？那所以因为呢，美国说立法院至少虽然没有通过他的1兆2500亿，至少通过了7800亿那是不是协调在立法院主持协调有功？所以呢，要欢迎韩国瑜去那之前卢秀燕去，现在郑丽文去，接下来韩国瑜去，那接下来蒋万安会不会去，也值得观察。我们看一下，在醒狮团的开道之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走进旧金山的唐人街美洲秉公总堂，跟侨胞会面。沿路敲锣打鼓，自然吸引路人注目。接着，在与侨胞的晚宴上，郑丽文拿起麦克风畅所欲言，花了很多时间分享今年4月才刚落幕的政协会。如果没有北京的政协会，说实在的，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党主席，我就算来美国访问，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自认在见习近平之前无足轻重，为解释自己去北京并非所谓亲中，郑丽文一口气就讲了超过40分钟。不能只是靠习总书记个人的意志，我们共同来定义什么叫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是蛮遗憾听到郑丽文主席，似乎是对自己的这个职位、对自己的政党，好像没什么信心，一定要依附中国才有一个重要性。像我们都对国民党其实是非常的重视。一言一行都被绿营紧盯，但紧接着郑丽文一行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才是这场访美的重头戏。来伟山，应该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郑丽文，他当然是要积极，也是寻求美方这边对他的一个喜好啦，因为毕竟他把自己视为是一个总统的未来的可能的参选的人选。那当然，国民党的党内也是有其他的竞争的这个所谓的对手。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看到他不只是要寻求习近平给他的桂冠，那去美方那边他也需要去获得一些侨界，甚至是美方官员的一些认可。所以我们看到他两个同时成型，可以看得到他未来的野望啦。那所以他确实是有可能在国民党内是有可能这个是毕竟是党主席嘛，也是很有机会争取未来的总统大选的这个职位，所以我们看到他拼命在做一个曝光。但我觉得他能不能在顺利的取得这个提名权，我觉得还是会跟2026年的这个地方选举可能会有很大的关联。如果选得好，当然就万众归心嘛。那如果没有选好，那当然大家可能会对他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苏慧，我觉得其实扯到2028实在是太遥远了。不管谁当党主席都必须要去建立这个国民党，不管是对中国大陆的关系，或者是对美国的关系过去民进党一直要去抹黑国民党，抹红国民党，说哎呀你们只重视两岸的关系我想郑丽文这次的访美，或者是卢秀燕访美，或者是未来韩国瑜的访美，都是在证明一件事情：国民党对于两岸跟对于美国的双边关系，我们是一样重视的，而且只有保持对中跟对美的持续的对话，才有办法去降低台湾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现在要去证明的，并
并不是说谁有能力选2028，而是要去证明台湾到底谁有能力可以让台湾更和平、更安全，降低我们的风险。所以我觉得现在媒体常常去这个讨论说2028、2026都还没有选完，就已经在讲2028。其实我有时候也蛮哭笑不得的。这几年台湾的政治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连明年都不用看。政治的变化太快了都看不到明年，那何况还看到这个所谓的2028甚至2032像已经有人在问我说，那个蒋万安的接下来是有谁要接任？我说我们万安都还没选完连任，你已经在问我说谁要接任万安？我觉得台湾对于这个政治、对于选举的这些的想象实在太多了，而忽略了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我们需要的政治人物是什么？杨明兄。我想这个28的说法，我觉得大家都了解了。这个是媒体一个所谓的，也不能讲欲加之罪而是一个这个刻意的延伸了那国民党的声明也很清楚，那谈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第二个说，他说如果没有先到中国大陆去，那我只是一个阳春的党主席，这什么意思？他不是说我去跟习近平握手得到加持，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真正他的整个谈话的重点是，他到中国大陆去，得到两岸共同去确认两岸和平、两岸可以和平的这样子一个他的诉求跟主轴。然后他后面谈到，后续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15号也到了北京去，同样的强调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还不要忘记，川普在回到美国的飞机上也讲的对台独的新三不，反对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不会做台独的靠山。所以他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两岸到区域的和平，他先到大陆去得到这样一个双方的共识，然后呢，他现在到美国来，其实在川习会之后同样延伸有助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同时你看到我们看到他在乔宴那我们可惜他没有这个把那个镜头转过来。你知道当初本来他是只有开45桌，后来实在是人太多了，就开了60桌。出席600人，有人还站着好像。对，然后呢，之后隔一天因为他其实是前后天，在早上就到那个史丹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出席的人都是一些美国的重量级的学者 ，Larry Diamond， 我的好朋友，以前朱云汉教授一起写文章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美国学者，还跟他介绍胡佛研究所的那个一个胡佛塔上面有个钟，那个钟就说为和平我而鸣。他这个意思就是呼应郑丽文在跟就是整个政协会现在到川协会以及他现在访问美国的时候，为两岸和平、为区域和平。所以 Larry Diamond 的这番话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而郑丽文在致辞的时候谈到3个层面他说要发展台湾的 AI 国防，那第二个他也说要加强台美的实质关系，第3个呢，希望能够去避免所谓的零和竞争，维持区域的和平。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这个真正的重点，媒体的报道似乎就太少。其实我觉得2个部分第一个，其实郑主席因为他出去访美，其实我们都是给予高度的这个鼓励，就是说如果可以跟美国多互动的话是好的。那他其实提到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过去的政协会他无足轻重，其实郑主席也可以再加一些素材啦，比如说其实你不会无足轻重因为国民党是立法院的第1大党团嘛，那我们有15个县市，有这么多的县市议员，其实国民党是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在野党，其实你还是可以表达我们对于两岸区域和平稳定跟我们的地方治理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成果，其实争取美方或是所有的华侨支持，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加一点。那第2个部分其实郑主席他在讲到这个零和游戏，或者在讲到区域和平稳定，我觉得这都符合大家的期待，因为本来就是嘛，你为什么在这个状况下看到美国给予赖清德这种台独势力一个高度的警告之后呢，到底你要走什么路，你还是没有提出来，而且今年底美国要期中选举，在过程中你没有任何的路可以走，你当然要包括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的 AI 产业，包括区域和平要对话，包括美中不要做零和的这个判断，我是认为在这个部分的论调都是稳健的。最后我必须讲其实民进党也不用再讲说什么，哎呀，你这牵扯到2028啦，你2026选的好坏，2028怎么样，这都是一直在挑动这个蓝营内部的一个这个敏感的神经。可重点一个，赖总统到现在还没过境美国本土
你不觉得很惊人吗？中华民国总统已经520第2周年了，孩子到夏威夷去看恐龙，就是你会觉得说，这其实是有一个对国民是有一个差异的，所以民党其实也不用就是说看到人家可以去中国大陆访问、去美国访问，然后在那边酸言酸语，其实也很没必要。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要去居提吴乃仁，结果呢没居提到，不见了哦。那事先有人通风报信，还是他知道，还是他根本就不住在那个地方？黄国昌说：“哎，又跑了哦，欠国家1.7亿，拖到现在才上门居提哦。其实案子很久了，怎么到现在想要居提呢？哦，已经很扯了。更扯的是，还人找不到。那吴乃仁会通灵吗？谁在包庇他？谁在拖延？谁在护航？所以台湾人民看得无比清楚啊！所以呢，所以到底谁在包庇？为什么会跑掉？那当时台糖说呢，他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贱卖，把台糖土地贱卖，所以法院说他背信哦。一审的时候判3年多，2审的时候呢，洪其昌无罪，但是吴乃仁还判了9个月，但是关了大概5个多月就。这个花莲的外役监也没真的关了，这外役监5个月就放了哦，但是还欠钱啊，哦，法官说你贱卖了，要把这个钱还回来啊，所以呢，这个台中地方法院说，现在没有具体到，要视情况来处分哦，因为这个欠税就不还，就要管收了哦，就看你不还就把你关起来哦，不可以让你在外面逍遥哦。那赖清德曾经哭，那时候赖清德台南市长用政治生命保他的清白。说吴乃仁怎么可能干这个事情？吴乃仁绝对不可能，就法院判出来是这样子啊。好，那怎么办呢？谢龙介就问了，谢龙介不是一辈子都要这个追着赖清德吗？谢龙介说，你说政治声明担保，你还算数吗？还算不算数？哦，所以政治声明就是我为了他，如果他有罪，我就辞职，我不干了，从此退隐，哦，不再这个涉入政治哦。那你到底算是不算数呢？当然不算数嘛，讲废话啊，只是故意问的了。王世坚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所以呢，既然法院判他有罪，要罚钱、要赔钱，就要他赔啊，否则就要这个管收啊，所以呢，这个联合报的评论就是说，他为吴乃仁背书赖清德，结果变成终身的政治提款机，你一辈子都要负担这个责任。你讲出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过去担任台糖董事长期间，涉及贱卖台糖土地，遭一背信罪，判刑9月定谳。他是民进党大佬台糖公司前董事长吴乃仁。2015年出狱后，面对1.7亿元的高额赔偿金，台中地方法院先前已强制执行吴乃仁资产，3号再嘱托台北地方法院居体吴乃仁，但却扑空，没找到人。北院居体失败，就让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发文批评，又跑了，质疑吴乃仁欠国家1.7亿，拖到现在才要上门居体，已经很扯。更扯的是，一要居体，吴乃仁就找不到人，是会通灵吗？谁在包庇，谁在拖延？而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在提起这段画面，我也愿意用我的政治生命来保证他们的清白。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全部吐出来，还差1.7亿。那总统，你要不要劝乃公，把这个钱吐一点出来？时任台南市长赖清德说到哽咽，也在议会和时任议员谢龙介交锋好几回。如今北院居体未果，民进党表示尊重司法，自家人也不好多说什么。我不晓得。北院回应，本案是受台中地院嘱托代为执行，后续再由台中地院看应如何处置。院方也补充，民事执行程序并没有通缉，至今吴乃仁行踪成谜。那洪伟，所以你现在回头看这些影片，会不会觉得当时的这个赖清德所谓的政治生命保证是不是非常廉价？其实不堪一击。吴乃仁这个事件呢，当时在之前，因为你知道台糖啊，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营事业，它在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土地。那在吴乃仁卖这个地之前呢，台糖是只租不售的，好，是只租不售。那但是他打破了这个规则，
而且呢，那个时候是一个洪其昌嘛，介绍了一个厂商给他，那他们就把这个地卖给了厂商，哈，就出现了就说这个就贱卖土地的问题。那可是问题，这个案子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超过20年了，超过20年。结果呢，现在我们的司法机关啊，装模作样的说去拘提啊，然后说，哎呀，没有这个人，好找不到。那请问现在吴乃仁的人到底在哪里呢？哎，他也没有交代。那请问他是不是在台湾呢？还是说他事实上已经出国的？哎，我们到现在不晓得，没有哦。那接下来为什么你在20年后你才来拘提他呢？也不知道，所以很丑，很丑，很丑。这件事情媒体去问那个民进党，好，民进党发言人也常常来上我们节目，他就讲说，哦，尊重司法，啊，然后呢，然后没有了。我要讲就是说，在民进党执政，把国营事业掏空或者这些舞弊，事实上是层出不穷。你以为只有一个吴乃仁的事件？没有。吴乃仁这个事情呢，是当年陈水扁执政，因为他是20多年前了嘛。好，他当时担任台糖的董事长，赖清德用政治生命保证说，如果哈就保证他们清白，如果他们有事的话，他要退出政坛。结果赖清德有退出政坛，讲话跟什么一样？我不要讲很难听的话，你们讲话还作数吗？不是啊。好，这个是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到了民进党重新回来执政，你以为国营事业就没事了吗？没有啊，大家应该记得啊，台盐记不记得？前一阵子前2年，台盐陈启玉也是酬庸当了董事长，后来涉及绿能的这个弊案，掏空台盐，就让台盐成立一家子公司去投资绿能，然后亏空了。陈启玉后来也不是还有一段时间人也不见，也可以逃1个多月才回来，那已经把大串供成什么样子了？我们就这样，就是这些国营事业，好好的国营事业，在你民进党执政之下，全部都是用酬庸让董事长，结果你们有捍卫这些国营事业的利益吗？没有。你们有让这些国营事业变得更好吗？没有，掏空舞弊。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常常在讲说，最近这个半导体业，台积电啊，就想当年筚路蓝缕啊，川普讲我们是那个晶片小偷，我们非常非常生气啊，说当年呢李国鼎好这些人，好张忠谋这些人，这些工研院史希泰这些人是怎么样好来建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好，我们同样的国营事业也有很多很棒的人啊，好，比如说像中钢啊，大家都还。这个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赵铁头把中钢弄得多棒。我们最近常在讲说，这个大家这个股市啊，大家这个要投资什么股市？现在大家不都讲说投资这个 AI 产业？过去哈，如果你要为自己存老本、退休的老本，或者你想要为子女来存教育基金，你会投资哪一档股票？中钢，很多人会去投资中钢，结果中钢在去年已经被搞到什么呢？近半世纪以来第一次的大幅亏损，然后今年的什么股东会被股东骂死了。那股东会不是有纪念品吗？什么50块的商品券，大家气死了。以前中钢股东会的礼品很好，对，大家都要讨论说，哎呀，今年啊，中钢的对套了3年。对呀，雨伞呐，我要讲就是说，当年像这样的中钢这么好的公司，大家是要长期投资，是为了自己要退休，为了子女存教育基金。结果现在呢，也是7搞8搞投资率呢，这个那个，然后变成大幅亏损，今年好像可以说转亏为盈了。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这些国营事业是怎么样投入整个的经济建设，怎么样成为让大家信任的产业。结果不管是这个吴乃仁也好，陈启玉也好，台糖也好，或台盐也好，结果都是掏空。到现在吴乃仁人找不到，我请问民进党政府，赖清德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台北地方法院，吴乃仁到底在哪里？赶快去问赖清德啦！而且啊，如果10几20年哈，他那个罚款就是说那个1.7，光利息加起来不得了哎。都要算利息的。他这个是已经有加计利息，它是1.1亿加计利息，他已经有加计过利息。如果再拖，还在继续加才对啊。刚刚这个黄卫讲到赵耀东哈，赵耀东我最感激他的还不是中钢只是建立一个工厂，他后来到经建会当主委，记得吗？那个时候呢，终有一笔结余款，好几亿，大家在讨论要不要还给这个什么买油的人。我说怎么还啊？你怎么还？我去找他。我说淡水河整治一直没有钱，
光讲，没有钱，这个钱拿来整治淡水河。赵耀东一听说这么多钱哦，通通整淡河，哎，老弟啊，一半好不好？一半也很多钱啊，所以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一定要替赵耀东讲。淡水河今天两岸水那么漂亮，每个县市长吹牛说都是我的功劳，不是，都是赵耀东的功劳。第一笔钱好几亿是从中油决议款的钱拿来作为淡水河第一笔钱的计划，所以才开始有钱去整治，否则光讲都没有钱，没有钱你怎么整治啊？所以后来淡水河能够有今天这样的风貌，赵耀东功不可没，必须要替他讲话。来，淑慧，哎，先不要讲到吴乃仁嘛，先去讲还有一个更前面的，叫做陈水扁啊。陈水扁到现在还在保外就医。我们前几天看到他跟这个沈伯洋在一起造势的时候，身体好的不得了，而且所有民进党的人只要最近见过陈水扁，都会啧啧称奇，说哇，这个阿扁的身体怎么这么好哦，脸色发亮，头发乌黑，听说没有染头发。在他们啧啧称奇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他不是保外就医吗？哈。大家知道保外就医要定期的出具医生证明，然后定期的送到法务部去做这个继续展延哦。当每一次看到陈水扁在外面晃啊，之前也差点当节目主持人呢，在那边参加这些政治活动，在那边上广播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最觉得脸要烫烫的，最觉得自己要唾面自干的，就是法务部的那一些人，他在挑战你们的公权力耶。然后赖清德也是，你身为一个总统。要么你就有 guts 一点，把它特赦你的权利嘛；要么你就把它抓回去，你一天到晚让他在那边晃啊，而且还在电视机前面晃给大家看。你是要让台湾人对我们的司法是要怎么样去想象呢？哦，有权的人就可以在外面这样子保外就医，他哪里有在就医呢？哈，然后有钱的人就可以像这样欠1.7亿，还可以跟检察官吃饭。然后要拘提的时候找不到人，请问一下，是他一直都躲起来让你找不到，还是他在拘提之前事先得到风声，所以去躲起来了？我想后者的可能性很大吧，因为他之前没有躲起来啊，大大方方的出入高级米其林餐厅，而且大大方方的跟检察官一起，他没有在怕司法人员照理说，如果我是犯罪者，我还欠国家那么多钱，我巴不得避着这个司法人员啊。就他没有在怕的耶，所以他现在为什么找不到他呢？是真心找不到，还是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是不是只要民进党的权贵、法律遇到他们，通通视若无物，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还不要讲到吴乃仁，吴乃仁算什么？陈水扁敢不敢处理？休息一下再回来。民众党新北的议员候选人今天上午到监察院告发苏巧慧、苏贞昌、苏巧纯，说他们疑涉及违法，要求依法彻查。苏巧慧回应，他说：“我的妹妹是专业的互动设计，而且呢成果呢是国际都承认的，得过很多国际大奖。所以呢，这个民间公司或公益团体会找我妹妹合作，不怕任何检验啊。”那另外李四川这选举这祖宗八代被拿出来啊。李四川他的住的地方跟他的家人都被肉搜、被起底，所以呢，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就很生气，就说苏巧慧是受益吗？还是支持？你说苏巧慧，你出来说话，你认为应该把这个李四川这样子吗？李四川呢，因为这个说有人现在在网络上说要不要换人，换人来得及吗？所以呢，李四川就说要换人干嘛？他认为都是绿营搞的啦。说苏巧慧不要这么怕我嘛，把我换了干嘛？你应该克制你的侧翼而不是刚换我不换我。这是新北啊。那柯志恩委托了 TVB 做个民调说呢高雄的民调到底怎样？那发觉差得非常近，跟民进党的提名人赖瑞隆40.3，柯志恩39.7，从这个误差来讲几乎是一样了正负3%嘛，因为他做的是1207个人所以呢几乎一样那些没决定不表态只有19.9%，20%是很低的，因为到时候投票率应该不会这么高了，能够有个市长选有个70%投票率就不错了那另外呢，因为差得非常少，
那另外呢，有4个区哦，包括第3、第5、第6、第7。第3就是左营男子哦，第5选区3名林雅，然后呢，第6就是盐城鼓山新兴前金林雅的这个61个里，然后呢，凤山这个选区哦，所以呢，在这个选区，柯志恩是赢过赖瑞隆的哦，因为其他选区是赖瑞隆赢过柯志恩的。那来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很高，68%认为不错，68.1%。那最需要加强的就是青年的低薪、住房、房价、经济跟就业，而且56.9%认为高雄市的负债问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有62.5%认为盗采砂石跟乱倒废土破坏环境的看法，认为是严重的。我们看一下。我的对手施巧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特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所有民进党，我的对手说实在，一贯来选举的方式，一条龙的抹黑，其实我已经看了很多了。他不要这么怕我了哦，我们就继续吧。是。应该是说这个投资基金啊，其实它就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审核的流程。基本上你这个投资基金啊，你是会有一个审议委员会，那它的外聘委员啊，还有政府委员单位都有一些学者等等的这个组成，所以它是没有办法透过单一个人去说啊，你一定要指定给哪一位，所以它一个审议的流程。那苏巧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所以过去也得过很多国际大奖。那他今天去主动去申请，其实没有什么利益回避的问题，因为都是公开审议。所以就我觉得国民党要去抹黑他，那我觉得你这样是对于一个专业人士的某一种扼杀。那回到这个李四川本人，他最近确实是非常多的争议啦，不管是他的家人或他本人，他自己的豪宅他也没有讲清楚。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啊，今天在这个事件上面，四叉猫他也把很多的证据就给摊出来嘛。一个明明就是一个不是预售屋、成屋出售的一个房子，为什么他可以说他用这个预付款的方式去获得这个头期款？那钱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的政治现金或是在你的财产申报上完全没有看到？那你今天身为一个政治人物，你的诚信你本来就应该做到诚实交代嘛。那你如果每次交代都是图一点点，然后你就讲不清楚，那大家合理怀疑嘛，这不是什么网军侧翼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实事求是，我们需要知道真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这个林涛。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苏巧纯，他在2021年担任旷视智能董事兼营运长，然后获得国发基金1999万。刚才民进党的代表是说他有经过流程啊，他有经过委员的判定啊。可是你要知道，他爸爸是10任的行政院长，他有实质影响力耶。所有的委员会不会在这个流程走过水而已，我们不晓得。那这个过程中，难道他们自己不管自己家里？你爸爸在当行政院长，然后你自己去标国家的国发基金的这些补助案，你觉得这样很适当吗？这换做国民党早就被搜索了啦，怎么可能现在还可以让你在那边讲说这个标案啊，经过这个流程没问题？那为什么不是别人呢？就像我们在讲的临时攻击这个劳动基金、劳动救安基金，为什么都不是别人，都是你？然后劳动部都可以指定特定的人，为什么始终是你这些绿油油可以标到钱，而不是其他人？我也知道很多虽然立场偏绿的也很多很优秀啊，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们这几个？我觉得这是人家一直感受很深的地方。第二个我必须讲现在看起来苏贞昌，包括苏贞昌跟苏巧慧他们一组人，苏氏王朝在整个新北市之排山倒海在压迫，连李四川现在的住家被肉收，空拍的什么这个里面的空间图啦什么哇，全部被揭露。我觉得如果苏氏王朝现在要为了选战这样放任侧翼一直去黑一直黑，然后苏巧慧每次出来就说没有啊，都不干我的事，因为都是侧翼去黑的啊，都不干我的事。我觉得现在太低估选民的智慧，人家看起来就是你自己感觉好像孑然一身，然后感觉很像在打清新选战，但其实你用手法是很脏的。这其实市民是看清楚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不管是新北的选战还是高雄选战 ，TVBS 最新的民调，其实柯志恩基本上以误差范围内已经跟赖瑞隆打平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看到，不管是政策还是你看这些形象，大家发现你赖瑞隆根本没有那个底气嘛。我们常常去出席，甚至有时候去出席高雄的活动都可以看到陈其迈不太理赖瑞隆啊，赖瑞隆自己跟人家握手，或是跟人家那个气势，我们讲气场，选举的气场，都感觉很 soft， 你知道吗？然后柯志恩是很有自信。
大胆提政策，发言人用年轻的团队，其实就打到一个大家觉得很打平的部分，而且还要补充一个赖瑞隆过去的8088霸凌的事件，然后高雄教育界发生什么事情，他完全提不出解方来，这对市民也是一个判准啊！你过去你家人有霸凌的事件，然后现在针对教师被霸凌事件，你在立法院没有办法提出相应的主张，那你凭什么来选一个高雄市来照顾所有的老师跟照顾所有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就可以看到，其实蓝营的选战是稳健的在打选战，而民进党是无所不用其极在黑别人。这个苏巧纯呢，他拿到这个国发基金，他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因为苏巧纯有一个叫23设计公司，那时候在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呢，他拿了行政院向下的一个设计标案1000万，那时候大家就说怎么可以？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这个相关的利益回避，所以后来呢，苏贞昌说我的家人不会再来标政府标案。可是没有想到，藏在国发基金的补助案里面，当时又是苏贞昌当行政院院长，国发基金是隶属于当然就是行政院的。然后呢，他这个补助案不但补助给他1999万9900块，然后接下来呢，他在募资的时候，国发基金继续这个投钱给他。那所以大家想说，你不能拿标案，但是可以拿那个补助案，可以拿募资案。然后现在苏巧慧说法说，我妹妹是很厉害的，她是这个设计拿了很多奖哈。那她拿设计的部分，她就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国发基金这个案子叫做旷视智能，它是一个新创的科技公司，它不是一家设计公司。而这个旷视智能，它的产品是什么？它叫做维股利，对不起啊，不是我们吃的维股利啊，是股票的股。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股票投资、理财，还有一些资讯交流、交易的平台。我想请问，这跟设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跟设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要再混淆视听了，好不好？所以今天苏巧慧要面对的是，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他的女儿叫做苏巧纯，可以拿标案，可以拿国发基金的补助案、募资案。那大家当然就问，那当你苏巧慧，如果你可以当上新北市的这个市长的时候，那你妹妹会继续的这样子吗？不做利益回避，这是苏巧慧要面对外界的质疑。好，那至于就是李四川最近，因为他们就是找那个四叉猫嘛，然后用什么空拍呀，然后是他家在哪里呀，然后还把那个李四川他的太太的名字曝光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他们已经有几个说明嘛，很清楚。第一个，好，你在那边讲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就是后来有改造什么等之类，这个呢完全没有后来的变更设计，哈，那原来的房子就是这样子盖的。那还有说，哦，那这样有没有特权？那对不起啊，这个房子从发建造到后来的发使用执照，李四川当时都不是公务局长。不是在他任内发的，所以他没有利益冲突的问题。那我觉得在这个的攻防里面，民进党最恶劣的，他放任了像四叉猫这样子的侧翼，用一个真的蛮那个恶劣的方式，就是用骚扰的，然后呢混淆视听的方式，然后完全呢就是其实呢就是不守行规的方式。反正我今天就是栽赃你了，你又能怎么样？那最后苏巧慧都会说，哎，跟我没关系啊，这是四叉猫不是我的团队。但是这是不是你默许的？这是不是你默认的？尤其在这样的一个选战里面，当有人用这种非常低下的手段在打选举的时候，那你苏巧慧，你能够说你完全能够置身于外吗？苏慧，这个刚刚讲到旷视智能这个哈，这个洪薇姐没有把它核心的业务跟大家讲。它核心的业务就是它做了一个非常阳春的网站，非常阳春啊，非常阳春，然后再让投资大众啊，在这个阳春的网站，还有它经营赖群啊，让很多投资人在这个赖群里面，在这个阳春的网站里面去讨论股票、金融投资。大家觉得这听起来像什么？有很多这种赖群啊，都在到处拉人啊，讲投资。我告诉你什么不错啊，什么什么的啊，这听起来蛮像现在这种行为的。好，那你说苏巧慧是个很厉害的设计师，那他过去23设计啊，
那他的那个设计公司哈，你如果上网去找，每一瓶的设计单价也挺贵的。那请问一下，他有这种金融的专业、投资的专业、股票的专业，所以他要任职到旷视智能，还是他要利用他的这个设计去帮旷视智能设计网站啊？这个就是维股利的网站啊，而且像白白的，好啊，这么阳春的网站需要到苏小纯这么厉害的设计师吗？啊，请问一下，这种经营这种让股民去分享投资资讯的这种网站，现在市面上有多少？200万就可以架设一个这样网站，为什么国发基金要投资它2000多万？所以它到底是新创了什么样的行业？我们现在讨论股票这种群组赖群，或者是粉专，或者是网站，还需要你国发基金来投资吗？所以你到底投资它什么？它到底旷了什么？试了什么？它到底多旷世？我是不知道啦。续下再回来。好，王世坚哦，昨天突然语出惊人，说呢，郑丽君行政院副院长应该担任这个沈伯洋的副市长，行政院副院长哦，那个位阶比台北市副市长其实高蛮多的哈。那赖清德就说沈伯洋会赢，而且沈伯洋赢了以后，郑丽君是行政院副院长，怎么去当台北市副市长呢？所以赖清德瞪着大的眼睛看着这个王世坚啊，那沈伯洋说现在谈这些太远了啦，哦，到底当选要不要找郑丽君当副手、行政院副院长？王世坚哦，这个拱郑丽君当副市长，说赖清德眼睛瞪得很大。网络就说啊，市长不当，要当副的。本来很多人要叫郑丽君选市长啊，他不肯嘛。哦，市长不怎么当副市长呢？王世坚到底是怎么样？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还是乱点鸳鸯谱？新竹县长，民进党到底提谁？本来说哦，昨天选对会、中执会哦，已经要提名了哦，结果呢，这个现在的郑朝芳突然喊卡说啊，因为什么各种什么飞机失事啦，等等飞官啦等等哈，所以喊卡。主要是说郑朝芳态度未明，竹北市长啦，哦，竹北市长。那竹北很重要啊，竹北的地方哇，这个平均的学历最高，平均的薪资也高，房价现在也高起来了，哦，那是高科技的重镇嘛。所以呢，他们说应该找郑朝芳来做新竹县长的候选人。郑朝芳说到底怎么回事？王世坚说很多人在背后威胁他，所以他本人很无奈，因为他家族啊等等啊，可能很多事情被拿出来讲。选举的时候不是光自己，整个家族都被拿出来讲，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很多候选人本身是不错。但是一想到，哎呀，家族被拿出来讲，算了，干嘛呢？哦，说呢，会家族的资料会被拿出来，哦，跟这个竹东100亿土地开发，还有炒作光电案有关。所以呢，这个为什么郑朝芳一直在考虑？看一下。其他扫民进党议员和参选人们带着沈伯洋拜票去。有时候你们时常去外国观光，你要看那个，尤其是台北市的市容，你怎么可以那么脏乱？还没当选，已经有人当面请命，而位在中山区的荣兴花园，还是蒋万安时任立委的本命区。沈伯洋说一切纯属巧合，不过要冲刺选情，立委王世坚是直接当着总统的面给建议，直言沈伯洋可适时宣布，若当选就请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担任台北市副市长。据转述，总统当下是瞪大双眼，宛如傻眼猫咪。我想他是很轻松的一个问题啦，那赖主席很轻松的回答他啦。赖主席主要意思说，沈伯洋会当选。如果你现在就宣布郑丽君要当副市长，那就真的非去当不可，否则就是跳票啦。毕竟，若郑丽君转任副市长，那副院长的缺谁来顶？至于当事人之一的沈伯洋，如果当选以后然后呢，到底副市长是谁？这个问题可能对我来说，现在还真的是太遥远。王世坚的好意，沈伯洋说：“谢谢易心领。”好，有明兄怎么看？我就不知道他是真的真心诚意在帮沈伯洋，还是说是在反讽哈？因为这个两个位阶不一样，而且不要忘记，之前不是在拱郑丽君出来选，郑丽君应该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吧，很多人在拱他嘛，他就是拒绝不要，哦，他大概怕选举，也可能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还记得他去谈判吗？
我们谈了5000亿，要对美国提供5000亿的这个投资，现在看起来就很讽刺嘛。然后现在他说你要让郑丽君做他的副市长啊，这是在帮沈伯洋，根本不是，正在凸显沈伯洋的这个不足，沈伯洋跟郑丽君的差别。你让这个整个媒体转到郑丽君的身上去，然后再加上赖清德的这种3秒钟的瞪他，不知道是死亡之瞪还是怎么样的瞪他，就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所以我觉得王世坚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大概是想要去制造一个话题，然后呢去帮助沈伯洋，可是事实上帮倒忙，因为你真的第一个不太可能真的这样子安排，你真的这样承诺下去，不管我们选得上，他这个副市长都不要做的。第二个，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第一人选是他的郑丽君的，那沈伯洋现在出来之后，你怎么再提这个事情？我觉得王世坚几乎大概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吧，在帮倒忙。那伟生怎么看？是帮忙还是帮倒忙？我也听不太懂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不过因为那天是常会，就我没有去啊，因为我现在是职位。好，所以不过那天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本来是要开职会，那后来开常会，就是因为那个非官失事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停止了这个提名，因为觉得并不是这么的适当。好，所以当天就还是开一般的常会，然后讨论一些党内的事务等等。那当然就我觉得王委员本来就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还是尊重他啦。但是当然现在选举最重要还是候选人本身，当然要越来越好，越来越强。那我们看到沈伯洋在整个选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还蛮新颖的，他也很乐意的去分享他的很多的观察。那我觉得最棒的一点是他讲的话，其实大家都会愿意去倾听啦，因为他其实针对很多的议题，其实他本身都少有研究，所以他都可以侃侃而谈。那我们是觉得这个是跟蒋万安最大的一个差异。那当然郑朝方并不是我们没有要提名他，而是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现在有些失事的问题，所以没有办法在当天做出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记者会啊等等，所以这个会推后再往后，在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可能才会做一个整体的大提名。林涛，这件事情郑丽君一定是3条线，因为他之前是第1候选人，对，然后是他不要之后呢，他觉得包括财产申报等等，还是包括他家族的事业要怎么样调整，还是他现在在这个行政院还是想要把这事情做好，其实他都是应该是第一。然后你现在说去当一个比你还差的候选人的副市长，他怎么可能啊？那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民进党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今天早上才听到，我听到一个很惊人的，就是连黄世杰都在找副市长。现在民进党怎么会低估选民成这样？你还没选上就在分封加决，你不是选正副总统的搭配耶，你是市长要自己选上之后当选的那一天，就职的那一天才开始宣布你的副市长，没有人在答副市长联名参选的那个不是市长层级，所以现在民进党看起来很奇怪，台北也在找副市长，桃园在找副市长，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是很黑人问号。然后我觉得郑朝方是这样拖久了基本上就会变成这一锅饭看起来就不香了。因为过去其实周刊也有讲到郑朝方，他其实跟地方势力他们在顾自己的利益嘛。可是重点是他如果主北不选的话，会不会导致他们本来的板块的变动？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考量。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民进党不管是这个沈伯洋在博洋体，还是这个黄世杰现在在炒作，还是郑朝方，我都觉得我们国民党秉持一个政策优先、施政优先、稳定优先，事实上更可以获得市民的支持。我觉得我现在突然想了，王世坚绝对不是乱讲的了，他觉得沈伯洋当选不了了，所以要拿一个不错的可以当市长的郑丽君当副市长来拉抬什么？我觉得他一定是这个用意啦。对，你很多时候是不需要，的确没错，不需要现在讲副市长嘛，又不是正副总统，法律规定非要一起选嘛，那干嘛现在讲副市长？就是说拉抬，就表示说这沈伯洋将来当选不只有他，还有郑丽君呢，还有郑丽君。我觉得王世坚显然，我认为虽然他说这个沈伯洋起手是很好，我看是怀疑，他可能觉得这选情不太妙，太俗会。刚刚林涛讲，桃园的黄世杰在找副市长，然后台北的王世坚也在帮沈伯洋找副市长，而且找着副市长，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不是比沈伯洋更有资格选吗？为什么会这样？就像刚刚赵先生讲的，因为他们提名的人本身分量不够嘛，知名度不够，资历不够啊，怎么办？只有0.5啊，不然再找一个0.5好了，这样加起来勉强撑头一点，可以让选民看说，我们不是只有我沈伯洋，我是沈伯洋加郑丽君。
所以沈伯洋现在是需要一个保姆，需要一个老师，好来看着他，带着他来选。不管是吴思瑶也好，吴佩益也好，现在都扮演这种角色。只要是比较细节的市政，都要这其他的人来帮忙帮腔啊。然后刚刚对说沈伯洋对很多事情都有看法，没有错，他对每一个议题他都想要发言，然后每一个议题他都可以概括成一个叫生态系，我也不知道。可是大家扪心自问，他每一个议题发完以后，有谁记得他对每一个议题的态度跟立场是什么？除了生态系3个字以外，没有人知道他每一个议题他的实际政策是什么，他都是一环一环的绕下去。好啦，生态系时间对齐，他发明了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名词，但是空的，所以才会被大家笑空灵体、伯洋体。为什么？选台北市长啊，沈伯洋只做了发挥了一件功能哈，就是母鸡的功能，他就是为了凝聚绿营的向心力。所以现在确实民调里面呢，他已经巩固了绿营的这个基本盘。对民进党来说，如果他们在台北市里面，沈伯洋可以拿到4成，我告诉你，民进党的议员盘就稳了。这一次民进党在台北市的选举策略就是很简单，保小不保大。选了一个可以凝聚基本盘的人，让4亿元的盘不要崩盘。我觉得王世坚是用心良苦啦，哈，就是所以找一个郑丽君，郑丽君的可能性很低啊。那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人啊，那直接找吴思瑶不是更好吗？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最近他们都是联袂出来，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不找吴思瑶，要找郑丽君。不过我所知道，民进党的议员原来他们最希望能够出来，就是来当他们的母鸡的，就是郑丽君啊，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后来来了一个沈伯洋，所以我觉得这次王世坚真的用心良。